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我们来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今天的题目是热门的题目哦。今天的题目是非常热门，就是新恋情已经抵达，新恋情抵达。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类似的，或是题目相似的，可是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时间点不同哦。时间点不同，位置也不同哈，它那个时辰也不同。它很有可能是同一条故事线哈，然后只是在不同的主题里，我们会越抓越清楚。我刚说不同吗？它可能是同一条故事线，然后越抓越清楚。那有时候可能是不同的故事线哈，然后可能会有个先来后到。那个缘分或是感觉，也许都跟你契合，只是哪一个可能只有停留在交往阶段，哪一个能够变成确定的关系哈，那个就是在看后期的努力了。来，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1、2、3。那等一下看近一点的时候，你想看久一点，你可以按暂停哦。好，第1张牌是死亡牌。这张牌不要误解它哈，你看到死亡牌的时候，你都可以先把它转换成重生、新生哈，就是浴火凤凰的那一种新生感哈。来，第2张是钱币皇后。好，第3张是力量牌。好，那我想大家都很会选了哈，那就这样咯，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吧。嘿，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我们一样先抽5张来看看整个情况如何哈。好，来，好，第1张，好。好，那是这样哈。好，然后这张就盖着。好，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会把1张先盖起来，我到后面再看哈。有一些比较最深层的讯号，我先盖起来，比较慢再解释哈。那另外呢，上面有这个频道的名字哈。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我的影片哈，但不在这个频道，记得哈要连接到这里哈。就连接到这里哈，因为我的祝福跟幸运领取跟我的能量都只有在我自己的频道，在别的地方，我相信我应该没有办法传出去哈。记得如果在别的地方看到我的影片，记得回来本频道看哦哈。来，好，那我们就先这5张牌，来4张哈。我先来看一下，我想一下哈。是，其实你们2个里的能量算是小复杂我觉得小复杂。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了嘛？今天题目是新恋人已经抵达了。我感觉到的是，他不容易啦，他不容易，好不容易才进入了你的附近啦。如果你听我很多的影片，你很容易听到这个因为我总觉得，也不是说很容易听到，你会不时的会听到这一个讯号因为总觉得有些人会到你身边，是因为他人生经历了千辛万苦了。那他这个千辛万苦也不一定是为了你而来，而是他这个过程，他让他成长到他能看到你，你也看得到他。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蛮多复杂的风能量，但是是一个笔直的、有方向性的、有自信的、有责任感的行走，责任感的走来你身边。但是我必须说，他这个不一定是单向的，他走来你身边。今天选到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有可能是你抵达了他附近，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对称这张最深的，我觉得有一个讯号的解答还没有翻我把它压在这里那我在这4张里啦，我觉得有很多阻力有很多阻力，但是被克服了。然后我这么说好了，他很像从一个丛林里他好像躲进了一个丛林里或是一个森林里。他原本是避难的，他原本是为了要逃离某个地方的，然后走进去了。
森林里，可能被在草原里太明显或什么，反正很多事情被追逐了，跑到森林里。结果到森林里的时候，他必须要穿过这片森林才能够遇到你。好，然后在这片森林里面，他学了非常多的生存能力。幸存能力也幸存下来，不是幸存能力，就也幸存下来了。那他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学到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只能觉得，他这个风能量转译成他在里面经历了非常多的自我的提升跟自我的训练啦，才在离开这个森林里的时候遇到你。好，他没有想过他是要穿越这森林去遇到你，但是他离开那个森林的时候，遇到你的时候，他有一种全然的新生感，全然的自我起来。然后他有发现，进森林里前的世界跟出来森林里后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并不是因为你在而世界不一样，而是你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然后他又看到了你，然后你会领导他，你会引导他，或是你们还没认识，可是他看到你之后，你牵引着他进入了一个新的他的人生的阶段，他的人生的阶段，反正他心里会有一个全新的新颖的感觉。然后他可能原本对世界没有那么强的好奇心，只是为了生存，只是要去，反正就是只要生活下来了。可是他遇到你之后，他开始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所以今天这题选择1号牌朋友，我可以说他其实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因为他跟你的不一样，才能够引发他这么高度的好奇。他有一种变回孩子了，可是他不是一个变回一个稚嫩不懂事的孩子，他只是他觉得他的身体状态，他的那个活力他的那个已经失去很久的单纯跟简单，突然跑回来了。在他遇到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状况，可是因为你的吸引力吧，他遇到你了，你给他的吸引力跟可能有些讯号是让他有主动性想要有所改变，所以就他内在，我觉得就启动了某种新的机能、新的机制这是我在这边看到的。那我现在看一下不过有一个浪漫的点是，我这一直有一个讯号，我觉得你也是不知道怎么了，茫然的走到了那一个森林的出口，然后遇见了他。然后你遇见他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说，如果他跟你表白，他跟你告白之后，你心里会有一种我在人生的某一种孤独里、寂寞里、孤单里，我觉得应该是孤单，在人生的一个孤单里，遇到了有个伴，遇到了有个可以一起的人，似乎这个人看起来也蛮孤单的，会这样子，你的内在会有这个感觉，你遇到他的时候，心里会有这样子的投射，我觉得是投射啦但他是不是这样呢？有可能，因为看到穿越森林的这一段其实我有感觉到他确实是承受了很长期的孤单，才离开了森林，才豁达了起来。还有那一个森林的天空其实是被非常高的树遮住，其实没什么阳光的，所以他可能真的是从很多黑暗跟低谷里面好不容易爬出来，成为一个幸存者，所以他其实现在的内在是有一个非常强韧的心脏，跟对未来有比较防备心比较重的想法会有但是从好处看，他的韧性很强，所以未来有很多事情发生，他可能不会觉得那么大不了。我觉得他会有一种，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你原本不知道你在找什么，而遇到他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在找的是这样子的人，会有这个状况会有这个状况。好，那我们来翻一下这张你看这张说的是在你们两个的很心底、很内心深处的时候，不是时候的很难预见的位置，其实
风能量已经把你们连接起来了。这一组的风能量很强，有很狂妄的风，很乱的风，有把你们吹去需要躲起来的强风，也有让你们舒坦、感觉宜人的夏日的微风，也有。所以你们俩的连接是我觉得这一题很特别。我通常都会说两个的连接是水能量哈，因为水能量带来各种灵性情感哈，或者在无形的空间里、不知不觉的空间里把你们两个连起来，然后慢慢的你们就会走在一起，慢慢的就会对齐，然后遇到彼此。那这一题我觉得蛮特别的，它是一种风能量，它是到处的风把你们吹到相见了。所以我刚刚才说，你也是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那个森林的出口，然后遇见他。你看，完全符合了啊，完全符合了我抓那个灵感、那个能量的方向。最后，他还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风啊，他们刻意的、故意的哦，要让你们相遇。所以今天这题目用抵达也蛮对的，它好像就是一种飘然的、飘渺的就出现了哦。那其中的方向感，确定的方向感是风给的，而不是你们的。你们都是过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茫然的、无止境的选择方向感的人生里遇到了彼此。哦，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认识你的时候，会有一种孤单解脱的感觉。孤单解脱的感觉。那你遇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类似的感觉。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我刚刚说你这边的行为不但是你原本不知道在找什么，然后遇到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是我要找的人嘛。那他遇到你的，他那个孤单的感觉被解决的讯号，比较像是说，原来这世界也有能够相伴的人，能够陪在一起的人，会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在想，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就有第一次遇到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互动，就有一种会有蛮激动的互动了。毕竟是恋人牌在这嘛，虽然它不是很显现的，它躲在很深沉、很黑暗的深渊里的这一个能量。但是它在你们遇到的时候，它会触发，虽然很短暂。为什么很短暂？因为这排版就很短暂，时间是短的、瞬间的，可是爆发力强哦。那我觉得当下你们就会有很重的感觉，很重的情感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留下了。尤其刚刚那个对于孤单的解放的讯号出现的概念，会在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呈现，所以才会说为什么会有一种新生的感觉。用一个那个宝剑一会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会出现。而且这个新生的感觉是你们两个未来想要进入的那个世界的状况哈。然后那个未来的世界上，它不是用一种丰沛的活力或是一种全然的对未来的新的企图心来去重建的，不是。它这里比较像是一种探险家、冒险家，就是在海上遇到一个岛屿。你们虽然也没有很需要去那个岛屿，你们在船上就过得很好了。可是看到了就好奇心使然，想要去遇到什么东西，遇到新的水果，遇到新的动物，遇到新的植物，都全然的接受，全然的好奇，无防范的。这是你们两个相遇之后进入的新世界，会有这个状态很像海盗突然在以前古代的海盗在海上，就是没有目的的在海上航行，然后听到了远方的鸟叫声，然后就往那个方向走，就发现了一个岛屿，然后也不会设想说会不会是一个诱饵把他们骗去那个岛屿啦，然后什么的状况，里面会不会有比较凶猛的野兽啦，或是有毒的植物啊什么？没有，状态就是去了，就是全然的接受一切的新颖，一切的新鲜事发生，这就是两个的状态我觉得很野生，很野生，然后很多惊喜这是两个遇到之后的状态啦。的确，这样看起来，以这样的路线，就是的确是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人跟你的原本的人期待的样子，跟你的生活各方面，其实也会有一些差池，有点差异不太一样，但没有到落差。落差差异是不太一样，落差就是有上下，有好坏，有分数的距离。但是我说的差异就是只是不一样只是不一样就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翻其他的接口我的语速有点快我放慢一下好。
这也没地方藏。好。还是不习惯这个东西在这，好，先放旁边一下。好，来，我来翻一张压着的哈。我觉得好像有个位置，我先把它盖起来哈。来决定一下，啊，这一张所带来的启发点是什么？这里哈。我看到了一种，比较未来性的东西哦。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相遇哈，有一个非常内在的契合点，让你们相遇，就是你们其实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向往内在的某种公平跟安静。不一定是安稳哦，但至少要安静，然后接近公平、接近对称的两边。哦，你们内在很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在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这边有一个瞬间的平衡出来了，就是说，可能那个天平总是就是上上下下在动，你们心中的一个天平总是有对事物的判断，总是有上下下下。但是你们彼此遇到的时候，眼神沟通的时候，你们会突然有找到某一种平稳，或是一个摆的东西摆来摆去，你们内在可能是一种有秩序的摆，但是从来没有静止过。但是你们遇到的时候，突然就静止下来了。这是你们两个一个瞬间的能量相遇的感觉哦，而且这个静止的状态是被高度，怎么讲？因为我想讲的是说，它是一个不容易发生的静止状态跟安静状态，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它如果要达到安静跟静止的状态。这两股能量的相遇是被高度要求品质的，就说这品质要相当对称，然后要一样好所以这里有点特别。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虽然这么多的相异点，可是却能达到平衡，我觉得非常合理它不是两个一样重量的东西遇到，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遇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难得。因为它经过高度的计算、高度的分配能量就是白话一点是，你们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却能成为类似的彼此，然后相遇。所以你们相遇的时候，其实蛮和谐的。而且这边有在说，你们对于彼此不是遇到的时候才有那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你们好像在遇到之前，在很远的时候，很久以前，很多时候你们在内在就有一个讯号，觉得我好像有另外一个自己，或是我好像有另外一个真的不需要言语就懂我的人。你们内在就有一个这个感觉，常常有，但你无所寻觅，没有方向感。今天这一题我说过了，这个方向感跟遇到的能量把你们凑在一起，方向对齐，都不是你们的意念所造成的，都是风能量吹的，把你们吹的。所以我才说，在以前的时候，你心里可能有觉得一定有一个不用言语就能理解你的人，但是你没有方向感是对的，因为所有的要找到他的方向感，跟他要找到你的方向感，都被风能量这个权力、这控制力都被风能量抢走了。所以，对于这一件事情，你们时常觉得茫然，那你们会混合在一种
找恋人的感觉，就是遇到恋人的时候，总觉得对方好像没有那么理解我，可其实就不是这个人，懂吗？这不是你要遇到的这个人。但是我必须说，不要太执念于一定要跟那么理解你的人在一起。因为什么？不是说不要，而是说不要那么执念。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理解另一个人都需要时间。那这个人你遇到了，他也遇到的时候，他就能理解你。他理解你不需要时间吗？不是，是他之前已经花了时间了。我刚刚说，这是像是找到另外一个自己嘛。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理解自己，跟理解自己的人生，跟了解自己是什么的时候，然后再遇到你会发现另外一个自己。所以他理解你很快。我说的另外一个自己，并不是说个性、性格、长相、外表、品味这些东西，或者星盘很像，不是这些东西，而是那个心里有一个精神面，知道说这个人能理解自己。我的意思说是能理解自己哦。他的性格各方面跟我是合的，他能理解我，就像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自己，是差不多的态度跟角度哈。这个人出现是这样子，同样的你对他也是这样子啦。不过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很奇怪。然后你这边看到是你是被动的，我这边看到确实是你是被动，你是反应过来的，他是看到就知道，那你是跟他接触之后反应过来这件事情。好，OK， 来看一下哈。这一题我以为很深，但后来我觉得很清晰、简单、很素。对我来讲，突然变得很素。我以为是很花俏的，颜色很丰盛，但我会发现它很素哈。那从这里，的确，我刚刚是不是说，风能量来，你会有他在森林里出来说，他有一种新生、新天地、新世界的感觉，对不对？这里又讲了一次了。愚人牌讲说，他如何从森林里重生小，刚是不是他有一个重生的感觉？有没有？愚人牌就在这个位置，这位置强调的是，有点像扒一层皮啦，有一点像是把身上很多东西都洗涤掉了。你找到了一个新的自己，也有可能也这个位置也很像是蛇脱皮，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健康自然而然的脱皮，我觉得比那个再更强烈。它这个转换是你有所选择，你要舍弃什么，才能往下一步的位置。那愚人牌在这个位置也强化了这一个意念哈。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看见你的时候，他刚好那些东西都舍弃掉了，找到了新的自己。所以我一开始，如果你记得刚刚前面20分钟前我就已经说了，他从森林里慢慢的爬出来，慢慢的从这边爬出来，走出来，看到你是走出来才能看到你。他没有经过那一段，他看不到你。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没有那些经验，你的眼界、眼光、眼睛的落点，你会喜欢的东西，不会完整到看到那一个属于你的人。前面没有经历这些东西，你会错过某些本来适合你的人。但是我并不是说你人生一定要经历某些事情，然后要遇见一定要遇见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哦。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所经历塑造的你会看到的人，就是会有你现在的内在的结构才能看到的人。那个人，他就是适合当下的你。我的意思是这样哈。那今天这一题的意思是说，这一个人，他因为这些事然后看到了你，那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他变好了，对不对？他变得很好了，经历这些变很好，然后他看到你，表示什么？表示你也很好啊，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很好？我一直说这是一个对称的，刚前面不是说这是一个对称的？他看到你等于你看到他，你看到他的好等于他看到你，这是一个对称的。这是一个对称的。这里又再次讲一次这一个焕然全然出现的那个概念哈。好，我再往下翻哈。
我再翻另外一个我来找水能量，我想找水能量哈，我帮你们找水能量。因为这一组风能量很强哈，我很少会觉得风能量能够主导一个恋情的结构，但这一题很特别，风能量主导了整个恋情的结构、顺序、时间点，甚至连故事内容都用风能量来去转。那我想找一下水能量哈，我想要知道那个感动点跟浪漫的成分怎么出现的哈。我才说找水能量，两个大水能量跑出来了哈。这里也是，但是它很浅它落在的这个位置很浅，而且又有点太合理，因为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水能量位置，然后水能量就没有在我预期里要出现的特别的水能量的组合，所以这个位置就你们相遇的瞬间就知道彼此的水能量大概就是这里了哈。那个我就讲完了，然后我要找的是一种在比较特定的位置的水能量，在比较特定的位置能够诠释你们两个人恋爱状况的连结那我看到了一个小东西哈，就是它这个主题是一样，我常常会遇到这个题目哈。这一题，你会在他身上看到一件事情，然后会心疼他。在你们相处的时候，或者我觉得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会有感觉这个东西咯，你就会感觉到你想心疼你眼前的这个人。可能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从森林里过出来，他有一脸愁容，或是他不用言语，你就能感觉到这一个人刚从疲惫的位置新生了起来，所以你会心疼他勇敢起来，然后你会心疼他怎么勇敢起来的那个过程，你会心疼他本来不是那么坚韧的人、强壮的人，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坚韧强壮，心智有韧性。然后你会心疼他，因为你知道他之前可能遇到什么样等级或是什么样不难受的事情才变成这样子。你遇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你们的眼神或什么就知道，然后你会想跟他说没事的，那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新天地了。然后他也会给你反应说他知道，可是他更大的反应是，你怎么知道前面我是从一些事情变回现在这样子的健康、快乐、乐观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你就会有一丝的心酸跟心疼，因为这个人而从内在油然而生。那这个点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你想告诉他你心疼他的，其实你想心疼你自己啦。你其实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剪影。就像你在路上看到某种人家的背影，然后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是谁的那种剪影，你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剪影，但是你不知道你看到的是自己。然后只是你跟他类似的东西碰撞了，可是我们只能明视眼前的事物，所以你会知道是他的，他确实也有然后你就安慰他。可是当你话讲出来的时候，同时你也被疗愈，你也被治愈了。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要开口去把你想帮助的、祝福的、关心的话讲出来？因为你讲出来是从你的内心、内在、脑里共同从身体里面放出来的声音的时候，其实这个话对你自己的力量是最强的。所以你这个安慰、关心，其实也同时治疗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也需要这几句话。这是我从这里看到的从这个地方看到的那从这样子的心疼跟关心出现在你们两个人的相遇之后、交谈之后，你们的心就贴近了，所以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如果你最近如果遇到一个人你觉得讲话也没什么问题，讲话也很合不用特别去想主题，也不用什么，就觉得很顺，很多话想讲，然后你心里就开始有油然一些心疼感。我跟你说，大概就是这个人了，因为这个感觉很少会出来的。因为有的时候爱情的喜欢那个爱，有的时候会掺杂一些怜悯通常我会觉得说，怜爱跟怎么讲，爱情的爱它不是同情的爱，然后它是另外一种炙热的爱，会心跳很快，会有点有外力主导你要去
接近这个人，要去看这个人，就是靠近这个人。好，我通常会觉得这两个是分开的，不要搞混。有时候你用怜悯的爱去爱这个人，然后你会搞错。可是这一题1号牌的，我觉得你们两个能相处长久、持续下去，内在的那一个感情的后坐力，就是在于心疼对方。但是它有别于怜悯哦。好，因为怜悯还是有一点上对下、左到右，它这个心疼很像是心里某块肉啦，你心里的某块肉。你在心疼心里某块是受伤了，这种很接近你心疼自己的那一种心疼啦。哦，我觉得人很不容易知道，不容易感觉你正在心疼自己啦。哦，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被一些痛苦跟不舒服所覆盖，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你在心疼自己，你在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委屈。通常委屈的时候已经很接近心疼自己了。好，所以可是我想讲的是在更深的，在更怎么讲更有生命力的那一种心疼哦。可是这个真的很难诠释，所以我把它退一点讲，就是你开始有点感觉委屈的时候，你会有一点难过，为了自己的难过哈。那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开端。然后我要讲的是说，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感觉，可是是因为他，然后为了他，哦，这个委屈的头是会在他身上。其实这个我讲这样子讲了几分钟，就是在讲说，这个就是你们两个能量的连接的那一个很扎实的那一条线。好，所以才会说我刚刚说前面就讲了，他从身体跑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会有一种，你们两个都会有一种孤单被解决的讯号。然后你这是不是我说你好像原本不知道在找什么，遇到他就突然觉得哇，好像找到了我想要的。原来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遇到他才知道你想要什么，会有这个讯号哈。值得期待一下啦，这个感觉不容易哦，因为通常这种心疼的感觉都要在相处蛮长一段时间之后，有很多的灵魂的贴近。灵魂的靠很近的时间拉长了，有一种分不开的感觉的时候，才会容易感受到你心疼对方，而且不是一种关心而已，而是打从内心的心疼了，心会有点痛的那种心疼，而不是痛自己，是痛对方的那一种，很特别。这里第一组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这种很特别的讯号，虽然浅微弱，但是有。好，然后我再往下翻，我来翻你们两个的连结哈。用别的，用别的。来，我先准备一个。好，我先压一个牌。先压一张这里。好，来看一下你们这张牌是我想要等一下来看，说你们两个进入了稳定的状态的连结哈，是怎么来的哈？好，那我来翻其他的连接哈。我会努力的给你们一些能用的建言哈，或是一些方针哈。你不用全部吸收，或是一定要被我好像我灌输一些价值观，不用哈，不用，你就觉得你听了顺耳的，内在有被影响的，你就是那几句话哈，不用全部都要知道，不用全部都要理解哈。然后我们再继续找连接哈。好，这组牌永远都给我满满的灵感哦。但是我不能每一个影片都用这个就轮着用哈。来，我看到了很明确的东西，它就是图案，就是告诉我说，这个人顺着天空最强势的风，有点像是看到猎物直奔下来的那个速度冲到你身边。但他不是看到猎物，他是顺着他的直觉，觉得他就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然后从天空这样冲下来。这是
我在找你们两个连接里面最抽象、最接近灵魂概念的一条线的诠释。所以说什么？回到刚刚森林这一段，它为什么森林能够突破？因为它内在有一个，我刚刚是不是说森林里面的树是光进不来的？可是它很奇怪，它就知道某个方向里面就是某方向就是那一个出口，就很像天上的老鹰或鸠看到猎物直冲下来，用最快的速度直冲下来，顺着找到最强的风，找到最强的那个什么叫做气流，俯冲下来的那一个感觉，他很笃定的知道是那个出口。可是我必须说，这是没有猎物的一个行走方向，他只是为了就是找出口了，找到。就是说，好，不能说没有方向，是没有目标，他出口就是他的目标哈。然后他们就用一种很笃定的方式，要走出这个森林，要往下直奔到快到地面的时候，他才能够确定他看到的是什么，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到出口或者他到地面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他或者是这样，他是用这种速度，用这种直觉力，他内在的那个能量推动他遇到你，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哈。所以我必须说他。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我觉得他是近期才找到那一个出口的，才找到那一个他要俯冲的。他前面都还在挣扎，前面都还在生存，然后因为他内在开始有了开窍了，对生命世界方向感的领悟了，所以他开始笃定了他的方向，然后跟你的不一样。我刚说你是飘来飘去的，不知道怎么走，就走到了那里。你们是两种不同的方式的巧合遇见啦。这个很有趣。本来应该是找到另外一个自己，却用完全不同的方向遇到。其实这才迷人，这才吸引人啦。因为你们瞬间就补充了，彼此，就是他那个吸引力存在于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有一种陌生的气质啦。有一种陌生的气质跟不一样的磁场，这样。这很抽象，当然你可以慢慢体会一下，因为我也还在体会一下那是什么，我能形容的就到这里。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他又再讲一次啦。第二个部分，第二条你们连接线，他又再讲一次，因为你们有一个重新新生的时刻必须出现啦。这又再讲一次，一次、两次、三次，其实这边也讲了一次，一直在讲你们的相遇会有很多面向的。从零开始了，很多面向的回到儿童时期小时候的 pure 状态了。好几个都在讲这个，所以你们的遇到，其实这里讲了两个因为这两个讲了不同的新生，一个是新生，一个是反转，一个是看到了彼岸，一个是黄昏结束看到了日出，都是一种从头再来的哈。所以这边强调了你们遇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们的人生要在上一个阶段的末点，然后几乎快结束，或者几乎或者已经结束的时候遇到因为你们两个都在一个全新性的状态出现，那你们会误以为遇到了对方，然后才有新生的感觉，才有。就是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其实不是，是你们先新生了再遇到，所以才会有一种豁然开朗。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新生了，你们转换了，你们重新了，可是还处于一种适应状态、茫然状态因为身体还在习惯嘛。身体还在习惯，有点像是你躺了睡觉，睡了好几天，突然醒来说身体都不灵活，不像你的，但是全身心里都有一种全新的状态，因为休息够了，换了哈。然后可是有一种不习惯状态，在不习惯、不熟悉的状态里遇到彼此的时候，才醒了，才全醒了。那再往下看哈，你们的负能量连接或是一些杂讯连接方面，其实已经被处理掉了。这个意思怎么说？就是我这边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讯号，是说你们其实之前就可以遇到了，可是似乎能得到的收获、回馈、礼物、好事
正能量不够支持你们走的比较长久，所以在你们之前相遇要上一次，我不是说上一次，就是这之前可能有一次可能就会相遇，那个时候突然远离了，这个远离有一点像是突然走反方向了突然走反方向了，但可能吧，可能能量就是宇宙已经先不要，先不要的概念。好，因为上一次遇到，或是上一次本来先前如果先遇到，本来就适合了，就相处还不错，会有感情上会有蛮多的收获，但是总有一种不成熟的状态，我总觉得有一个外力把你们拉开了啦，拉回了彼岸。哦，有点像是飞机已经快飞到机场了，然后突然发现一些气流或什么的，然后我用这个意念来形容它很像是你们可能都在同一个机场，然后都要转机，然后你们要转的那个转机的飞机是同一台，你们原本也许会在那飞机上相遇。我会用这个比方来说的，就是你们都是从远方而来，而是在一个你们不停留的地方相遇，然后走进了新的方向。我觉得这很像是我刚感觉到你们的上一次要遇到的一个状况。可是他的飞机或是你的飞机要进机场前，可能遇到了一些飞机的阻塞、排队的阻塞，下不来，他需要在上面盘旋，然后因为盘旋的时间太久了，那他的那一班火你知道没有赶上转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先走了，然后另外一个人没有赶上转机的人就被滞留，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你们就这样子，这一次就没有遇到了。我觉得上次的状况是大概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上次的状况真的是有点像是时间轴有对齐，可是事情跟空间没有出现，没有邂逅的画面，没有邂逅的空间没有相对应的时间，大概是这样。但是你们如果遇到的那个欢喜收获，或是一见钟情的概念，还是有出现，只是就没有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搭配在一起了。这是我看到的那好，这个是别的支线的故事来看一下我要看的这个连接权杖9。好我大概要想，他这里给我的一个启发啦，是说无论。因为这一个我要讲的不一定是针对这个人，我这边想翻的是，我翻之前其实在想的是，你跟他是如何进入新生，如何蜕变的啦，如何再次去无存精的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我要压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心态来等待他。然后翻开的时候，我得到的讯号只有一个，只有在你这里，没有在他。他这里要给你的讯号，我觉得他给你的是说，无论你是否有新生的感觉，或无论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生的感觉，觉得现在最近是有新的自我出现，无论你有没有近期或未来会遇到这一个人，他现在告诉你的说，下一步跟下一个新世界，下一个你要踏上的船，下一个你现在在的这个渡船口要搭上对的船，或是飞机场要搭上对的飞机，都有一个重点是，你现在带了太多过去的责任负重跟东西，有点像是它不像断舍离，它比较像是你带了太多为了自己安全感的东西在身上，你应该要舍去。他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你有点依赖过去，有点依赖过去，这都很抽象这很难具体化。可是他就是要告诉你说，依赖过去的什么？依赖过去的认可，依赖过去的荣耀依赖过去的同伴依赖过去的，反正他有点在讲说，你现在还在依赖以前，或是眷恋以前的正能量，你会觉得这些都应该常伴与你到 forever 永远未来。可是现在在跟我说，没有，你现在的心要进入新的未来的自己，
有新的好的东西要在你身上了，这些已经给了你足够的能量，你不需要再带去未来了。所以它这个更像是说，简化到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不用再跟别人说你以前做过多少不错的事情，或是你甚至自己就先忘记，因为现在的你已经不对称过去的荣耀了。这边在讲到过去的荣耀只是塑造你成为现在的你，现在的你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荣耀、过去的赞美跟过去的成绩，你已经超越他们了，你不需要再让他们附加于你身上，锦上添花了。他已经无法添花了，你现在已经比那些都更好了，所以不需要再一直把他们带着。所以他在这边才有一些依赖。你可以慢慢丢，不用一次丢。你不用，可是现在讯号出来了，你可以想一下有些你以前很喜欢的自己，或者很喜欢的感觉，你可以先从不再提起他们练习起，它就会在你的人生里淡化或什么的反正这里是一个很正的能量的建议讯号，就是有些依赖已久的好事跟过去的好的自己都可以先丢掉了，后面有更好的，差不多是这个讯号我想这组就差不多了，我就讲蛮多的，也不用特别去翻那个人的各方面的，因为这一题对方的讯号很清楚，所以讲的也蛮多的。那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记得很多内容你就不用全部都听得很清楚、听得懂，你只要有几句能够影响你，或是你能够接受，你不要强迫自己接受哦，不要强迫自己被改观念你只要听的时候瞬间就有启发，记得要有一种启发感，是一种欣然接受的改变跟你可以从一种这句我没有听过，但对我很有帮助这样子的概念去接受这个影片里面有些句子那听不懂就没关系听不懂本来就很正常因为这都很抽象你没办法接受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能接受或适合你的句子还没有出来就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了选择1号牌的朋友，祝福你们。欢迎来到第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要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以及抵达。我今天这组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今天好像有很清晰的讯号，能够看得很清楚第一组牌我就真的讯号很多，相较其他的影片我觉得有点太多，已经2-3倍了。那我尽量把语速放慢讲，因为太快讲我没办法整理我尽量，但我的口述还是太快了我尽量来，我们不多说废话，先来翻5张今天会有一个今天开始之后有一个小小特别的形式等一下再跟你说。来，先翻5张好，先对一下位置。好的，位置够这牌比较小。好的，好。那我们再翻1张然后这张我要盖起来我用我自己做的这个卡就当做是一个我的祝福卡、魔法卡吧把它盖起来。那这个等一下讲后面再看因为它这一个位置会讲一个很容易主导我看牌的一个方向感，所以我先把它压起来，我先把一些周围的东西讲清楚，之后把它翻起来看核心是什么那顺便提一下，上面记得如果你在别的频道或是不在我这个频道别的地方看到我的影片的时候，记得要回来这里要回来这里要回来丰盛奥文因为我的祝福能量没有强大到可以分给其他频道，就只有这里这里我的祝福能量比较强这样你才可以领取好，那我就先遮着然后我来帮你看一下怎么办？我先讲比较表象的2号牌，这个人的抵达为何带来了一股强大的财富力出现呢？而且我都看到金光闪闪的钱币发亮了。虽然我的脑袋里出现的是卡通画面啦，但是那一种。我是先从表面得到的讯号给我的我看到了有人背着一大包的金币，然后却破洞了，一颗一颗洒在地上，被阳光照到了还反光的这种
这个讯号。这个讯号，所以我才说这个人是不是带来，这个人除了情感带来，还带来一股财富来。但是这个是非常表面、非常敷衍、肤浅的方式形容啦。你可以当成是一种童话式的说教跟你讲，但它其实还是有真正映射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的到来会带来2件事。第一，丰盛感。那他的丰盛感不一定是钱币的，它不一定是金钱的，它带来的是高度的生活质感跟第二。你会对生活的品质、品味、方向、眼界、视野、物件、就日本人很在乎的物体的的细节，很深很深的美感，有非常高的品味的进阶。那我把它讲的更具体，跟讲的明确一点，就是你进了台湾的老房子，跟进了日式的和式房子，你是不是立刻能分辨不同？因为什么？细节上的差异很明显。那你从这个分别上理解的是什么？我要你理解，或者我要提醒你，我要让你知道这一个所谓的物质的提升理解，物的品味的提升理解，是说，你原本只知道它不同，但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不同了。你会知道，你会去品味日本的和式所带来的那种宁静、秩序、矩形的对称，窄的走廊，还有地板榻榻米所带来的走路的轻盈的感觉，跟台湾的老房子不一样。台湾的老房子的特色是有砖瓦硬的，比较湿的，比较湿的冷感，跟日本的比较暖的，因为日本的强大是他们的木头的锻造组合、卡榫各方面，他们的概念是从这边出，所以他们会有那种温的感觉。那台湾的老房子比较多的比较是阴的，我不能说阴的啦，我应该说暗的、冷的。居住安全的，跟日本人要求居住舒适的比较不一样。日本的居住舒适还有一种舒坦里的一种美。我用这个方式来去让你形容说，你未来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能带给你的一种内在新的物质的新境界的体认会到这个程度哦。那这个的好处优点有什么？你最普通是，你去吃东西的时候，已经不会只是好吃不好吃、喜欢吃不喜欢吃，口味不同，不会。你咬进嘴巴里的时候，那个譬如说是泡芙，那个酥皮的感觉、脆的感觉、烤的感觉、各种焦的感觉、融化的感觉，然后泡芙里面的油腻的感觉、甜美的感觉、松软的感觉。有空气感的感觉，你会知道怎么体会。那我再讲另外就是，你会找到你生活的一种舒适的美感，你的节奏会变慢，走路会变慢。那为什么一直这样讲下去？因为这是这一个人到来的时候会带给你的前所未有的什么浪漫感，这是你们的爱情故事的浪漫的主轴。会被很多物甜美丽的东西所影响那你因为可以开始理解周遭的东西，或是更加的欣赏、加倍的欣赏所谓你生活环境除了你以外的所有东西的美感，它的存在感所带来的美感，你就能够体会到这一个人内在心境的美好。他这个人他甚至到了任何地方，因为他心境美，他有一种温的、静的眼神，看出去是正能量，看出去他能够先着眼在美好位置的一种能量。你在旁边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或总是会有阳光普照的感觉。就算下雨，也会有一种温暖、就有点像是晴天雨啦、太阳雨的感觉啦。冷天的时候，它会有点像围巾的那一种被需要舒适的感觉。它会有这个气质。所以该说这个新来的人，我刚说就是物质什么有金钱，我觉得那都是讲好笑、开玩笑的。也许有，但它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暖的感觉，是一种生活面的生活感的。这可以直接说，就是一种在现实世界里的一种暖的感觉。它不是抽象的，它不是文学的，它不是大自然的，它不是那一种
情绪上的暖，它是实质上的暖。他的作为，他的性格，他的缓慢，他眼神的一种执着，还不单纯，他眼神是执着、坚定，却清晰，然后让人感觉温暖。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让你感觉到他依赖他，可是他有一种很独特的、让人想追随的感觉。他不是那种轻巧的，他不是那种灵巧的，他是那种，我用东西来形容好了啦，就是有一些手腕上的铃铛乐器，铃铛像铃铛的东西，它因为材质的不同，想出来的响度不一样嘛。那如果是一些铜的，或是一些铝的，想出来的那个频率会很高。它不是，它很像是木头，它很像是用椰子壳做的那一种，想出来的温温的声音，它是这种性格的。然后可能又那个铃铛的大小又更大，所以会更温更低沉。我先说我要讲的没有在不是性别上，因为我怕我这样形容会有性别上的区别，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不同性别上都会有这个温的感觉。那他会因为不同的性别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你记得核心中性的形容就是它有一个温的感觉，而且也有一种安静安静的感觉。几乎说的感觉都是一种钝角的，不是锐角的。但也不代表他事事都好，事事都委屈，依附他人，或是讨好他。没有，他还是有坚定的。可他更重要的内在的生性的坚定的内在，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底层、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信仰，就是他希望，就是有点世界都是钝角的世界啦，没有任何尖锐的东西会伤害彼此，无意间的伤害彼此。他大概是概念是这样。我现在看到就这些讯号很简单不是讯号很简单了，讯号很清晰，排列组合排出来了。那我再帮你看一下内在的什么东西而且它温到它对于跟别人产生纷争、计较、要求、夺取，然后或是有人他被欺负或什么反抗，他都觉得不需要那么激烈。把该说的话说到，没有得到就没有得到。他一直在维持心中某一种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命力就可以了。他觉得也不用去放大到多强大的生命力，需要到快跑100米这种生命力，他觉得也不用。舒适的、有节奏的散步的生命力就差不多了。然后偶尔会希望有一点点的斜坡角度，走起来有点艰难，但每一步都深刻，他都有处理，最多就这样因为他希望花更多的精力跟时间在身边所有的生活里的一种感受，他希望生活的感受、品质东西这边看到一个，就是他对于新奇的新事物，或是为了人类发展，或是所发明的新东西，都特别有兴趣。一些废东西，就是你知道外面有很多废的新发明，可能用1-2次就不要的那种或者是就是说，譬如说放筷子的那个，反正吃饭的时候会放筷子的那个东西，我忘记叫什么，反正它会有很多造型嘛。他对每一种造型或是放的弧度或什么，他都很好奇。明明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不同的造型，他就很好奇，放上去会这样，大概是这个概念好，来翻这张哇！我没想到底下是翻这张，哇！让我挣扎一下。我其实翻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讯号就是跟我刚前面的形容的，它有一种超级对冲啦。我前面形容它是一种温的、暖的然后钝角的。其实，在它的最里面，他曾经很尖锐过，曾经很有力道过，曾经很有能量去争取，曾经有勇气，不是说有勇气，就应该就是有能力、有韧性去跟别人搏斗，跟别人大吵大闹，跟别人去争取。但突然他有一天他觉醒了，或是他想改变了，他觉得争不了什么，他觉得很多事情都会徒劳，所以与其这样，不如
慢慢的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感觉，或是属于他自己的。我觉得他会把它改成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是因为他觉得摸得到、看得到、闻得到、感受得到的东西比较扎实、比较珍贵。他觉得会属于他的，就会属于他。那这里终于有那个讯号了。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知道，这讯号是相反的。我本来要说的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知道你属于他。可是当我要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句子反了。句子我直接照着我脑袋出现那个句子念说，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发现他属于你，不是你属于他。所以他这一个概念变成是，好像他变成了你要找的东西，就像他找到很多属于他的东西，他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他这个映射的是，他好像知道你懂他的特别，你懂他的温，你懂他的钝角，你喜欢，而且有可能是你也需要。他知道你需要，所以他来了。有这个概念。只能说用最简单的话，就是出现一个以男生的角度啦，我只能这样说，出现一个超级大暖男。我不喜欢把性别讲出来，但是我只是拿这个来比方，就是可能出现一个超级大暖男的概念。只是概念不是性别。记得不要完全被影响。好，来，我们继续往其他的位置翻。好。好。好。我想想因为有趣的东西在里面。我先说一些比较浅的啦。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很快就会理解彼此的不同然后很能接受。你们的不同有点真的是很不同你们的不同很不同。所谓的不同都是属于在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同还没有到心理的，还没有到西方价值观上，是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同怎么说？不是说喜不喜欢这个外在，或是这个人的外在就是你所期待的。他这个不同比较就是说，你看到他跟他看到你，就知道他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的这种不同，好像有点八竿子不着边，打不着边，打不着的一种讯号。不是因为他这里啦只是他这个其实在讲的是一种很遥远的对望啦可是我跟你说，同时在那个你们发现你们两个很不同的同时，你们才发现原来有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想去，是这样子。这个讯号是这样子然后不是感性的，是你们心智上突然有一种理智，觉得应该可以去看看那个世界是什么。其实就是去好奇这个人是谁啦是理智上的，不是情绪上的。他不是情绪上的推动，而是一种理智上觉得，我好像需要知道一下的那一种但是你们对于这个理智判断跟这个想去探索这个人，想去理解这个人这一刻你们没有很谨慎。虽然是用理智判断说我要去好奇，可是这只是初步，可是没有很谨慎的去控制你要怎么去表达你是谁。有点像是这个人你遇到的时候，就你想跟他讲什么，你想跟他讲自己的事情就讲了。其实他也会啦他也会。那怎么说？因为没办法，因为圣杯一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变成这个位置本来是应该要刁难你们两个的人的情感的，要刁难你们两个人的初步相遇，或是想要找一些坏事来去减弱你们初步相遇的浪漫度，或是他这个位置需要去要求
你们两个第一次相遇或是第一次遇到的时候的一个品质。但这里因为水能量出来了，它有一种就是没关系啦，都好都好哦，所以我才会说，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点忘记谨慎的去表达自己，遇到是反而松了下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讲以前的事就讲以前的事，想怎么形容自己就想怎么形容自己，完全忘记第一印象跟第一次观感，其实两个都会发生啦。但也因为这样子，你们两个认识彼此，有一种速成班的感觉啦，有一种速成班的感觉。然后你们的谈话或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会处在一种，这人好不一样哦，这人好特别哦，这人好奇怪哦，然后跟我不太一样，然后会突然有一种好奇心，想要知道更多。但是其实啊，那个好奇心就出于一种第一次遇到，有种一见钟情、一见倾心，有种恋爱感啦，有恋爱感。它不包括你们的话投不投机，它不包括你们性格合不合，它只这个一开始只在于有点像有点好玩，好玩里面的好奇，然后这个人彼此吸引了对方，想要玩下去，想要知道更多。哦，我不是说要情感上的玩，而是这个聊天跟这一次第一个邂逅的时候很有趣，很有趣哦。那而且这个有点误打误撞啦，你们这个开头有点误打误撞的为彼此产生了蛮好的结果不小心塑造的第一印象是好的，因为实在是太过自然、太过奔放哈、太过无厘头、太过莽撞，彼此都是，然后结果突然就找到了彼此的节奏，很快哈，这是你们第一次互动的时候就很快，但不会马上进入恋爱状况了，但心里有这感觉，但是不确定什么要不要恋爱状况，但心里有这个感觉哈。那还有一点是，你会比较吵啊，这样讲不对哈，因为我看到你的能量比较爆啦，哦，那个比较这火能量比较多分给你啦，你会比较你会节奏比较快，它只是比它原本的温慢再多一点点，但是我必须说，我刚前面是说他之前也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比较能够争取的、比较有攻击性的那一个性格，他遇到你的时候，突然跑出来了一点，露出来了一点，因为太舒适了，跟你相处的时候太舒适了，所以就露出来了一点哦。但是还是没有你那么奔放啦，可对他来讲已经很奔放了哦，已经给很多了。好，我们再往其他的部分哈。好，这里我来盖一张哦。先讲旁边的哈，因为这张有的时候会有引导我讲主轴。好，又是你们的第一次相遇，为什么都不在跨之前？哎，你们很快遇到了，先说你们很快遇到了哈，但是你们周遭的能量或是宇宙的节奏还在整理，但是我觉得应该蛮快的哈，但是也没有到命运之轮出现那么快，但只是说风吹起来了啦，强风吹起来了啦。哦，再等一下哈。那我这张牌出现的，我刚前面已经讲，就你们相遇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快就奔放展现自己的内容，然后很快就契合。前面已经讲了，这边又出现了哈，所以我就不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哈。只能多加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互相欣赏的第一次哈，是因为你们觉得对方为什么觉得有趣好玩，所以你们彼此发现彼此的思维都不太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本来就跟一般人不一样，而是在你们所相信的世界里，那这个相信的世界里的一般人，在你所定义的你的世界的一般人，你们彼此对眼前这个人是比较不同于你们定义里的你的世界的那一般人，这样子，懂我意思哦？不是整个全面的一般人哦，
有点像是说，在他的故事里，比较不会遇到的人啦，比较不会，你会给他这个感觉，他也会给你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其中掺了蛮多需求，什么需求？蛮多你当下精神面想要依赖，找个人依赖的那一个需求，偏偏那一个依赖感，那个温的感觉，这个人身上有。那这个人的那个平静跟静的感觉，他有，所以我觉得是你对他的依赖比较多，可是不是那种黏的依赖，是说你的对他的好奇心，想要去认识他的这个主动性多了一些依赖啦，好像他可以给你什么，让你感到很窝心，所以你想要跟他创造更多的互动，谈更多的天，尝更多的话题，在很底下，你想要去，你很渴望。他给你什么回应什么给你啦，而且你想要的，好像都回应的对哦，所以你心里会觉得说，这个人可以跟你聊很多，因为他好像讲什么都对，好，我再看一下，好，我大概知道了哈，这个人的出现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人，这个人的出现。应该是跟你的朋友有关哦。我必须说，这个人跟你的朋友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出现在跟他相遇的位置，是因为你的朋友带你去，或者你跟朋友去，或是去见朋友。他这边有一个第三者能量，做触发机、做启动的东西、做开关，然后你会因为第三者的能量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跟时间，然后遇到这个人。白话就是，你朋友约你出去，你本来不太出去，或是你本来没有那么常出去，那天你就突然说好，然后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或是你朋友拉你去，让你不得不去，让你去了，本来没那么爽快的想去，就去的时候就遇到这个人，是一种被动的能量去。那这个邀约内在带来了一种，这个邀约里面带来了金星的爱情能量。定义什么是爱情能量，所以这个第三者啊，真的是没人能量啦。所以近期有些人约你出去就是去好像还会遇到这个人。你原本不太爱出去的，记得最近要多出去哦。这个人好像就要他必须要这个第三个人创造的这个桥出现哦，因为他这个位置除了金星能量那一个能量出来之外，他还带来一种会成功、会达到、会遇到。的那一种会实现的讯号，所以总有一种你对爱情好像最近都没什么，觉得没什么希望或什么的状态。好像可是这个好像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会出现，会实现，会邂逅，会被搭讪，有可能有这个状况哈。但我不希望只是搭讪，或是跟一些不是我现在讲这个人邂逅，因为这个人我觉得应该要遇到了，因为内容还蛮多的哈。你感觉一下啦，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出现的时候，记得尽可能的发挥你最自然的一面。来，我再看其他的。好，不对，这就是盖牌的有趣，我还没翻这张，太好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它都讲完了，因为我知道它这里的这个牌阵的讯号，那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来，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哇！你们相遇的时候会进入一种两人世界，遇到的时候开始聊天的时候进入一个两人世界，聊的忘记时间，就只有自己的事，就一直想聊，旁边的声音都听不到，旁边的吵闹都听不到，就专注在彼此上，然后你的心态上突然有一种讯号，比较像是说。看起来很像跟这个人聊天，你会找到快乐，好像是这个人给你的快乐、舒适感，但其实不是。其实他这里有一个讯号是，你一直想要跟他
聊天，是因为你希望他来疗愈你，他让你觉得你难得遇到跟一个人聊天有被喜欢的感觉，然后有一种舒适的感觉。你内在会有一种就是这几个小时再不聊天，等一下就要离开分开了，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内在有这个讯号，所以你会把你们两个关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直聊天。那对方愿不愿意呢？对方一开始就很愿意啊，而且对方还比你更想关在这个世界里，然后聊天，因为他喜欢那个稳的、安静的。人少的、不嘈杂的、精致度比较高的、有品质的，所以当下出去的时候，跟你的朋友出去什么，一定会有其他人很吵、很嘈杂，声音很多，他能感受到的讯号很多，可能有点杂乱，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所以他宁可跟你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还不错，这个有新的讯号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帮你翻你们两个人的连结，好不好？帮你看一下两个连结之后哈。就是说，相遇是相遇啦，但是为什么相遇？用什么样子的缘分相遇？就是说，以我们平常通俗的讲法，就是用什么样的缘分相遇了。但是我会把它讲的是能量，我想看一下那能量的结构哈，是怎么把你们配在一起的？宇宙是怎么把你们都在一起的？或是这一条路上到底走了多长、多艰辛的路才遇到彼此？哦，这种，来我看一下有没有我可以得到的讯号。好，先从上面看，这样哦，3哦，好啦，这边都有讲了，讲的更细哦。工作上的朋友的邀约要去，哦，这是你遇到他的桥梁。哦，工作上的机会最大哦。好，就这样，第一个讯号。中间我在看哈，其实第一个讯号可以讲更多，但我觉得这个这样讲就好了。那第二个的话，哇哦，如果有一个小旅行要跟朋友去，不一定要工作的，如果是工作的朋友约这种，那更好。但是他这边有一个小讯号是，也可以去跟朋友一个比较远的小旅行，但是要远哦，要环境要换哦，环境要换哦，是你不熟悉没去过的哦，然后比你想象中的再好的，去一下，可能会遇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可能我目前都还是有看到的讯号是，这个人不是你的朋友圈，不是你的工作圈，他跟你身边的任何人都没有关联。好，这座桥只是你的朋友把你带到了遇到他的空间，跟你这个朋友，你旁边这一个人，这个外力有能力让你跟他的空间重叠，时间对齐，这是他的讯号所带来的。所以你要跟着去，才遇到他哈。那这个人还是属于一个陌生的状态出现，或是反正总有一个事情会让你们讲到话了，会让你们讲到话。哇，这是一种陌生邂逅。我每次看到陌生邂逅，我都会有点小紧张，因为他这个没有任何裙带关系，没有圈子，没有什么，没有很多重的直接连接，没有很多重的，就是说这个主动连接没有出现的话，即使他看到你，他想要，他也没有方法。所以我看到这种陌生邂逅，我都会觉得完全没有连接的方法的时候，除非对方看到你的时候，那个能量很强大的时候，他有个主动性，或是你看到的时候，能量太强了，被吸引去了，有一种强烈的主动性搭起来，才有可能。好，所以我就会说，我看到这个我都会有点小紧张，是因为他需要的能量很强，他需要的能量很强，我很怕已经在同一个时间空间出现了，时间也对到了，就能量当下不够多，就没有那一个邂逅的机会了。但如果我们翻到了，相信会出现了，要相信哦，记得要相信哦。再来看一下看一些负能量的讯号出现了。5号，确实啦，也还好，
我本来想说，确实你们两个中间是有点距离，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会不会能量不够强，没办法达成第一次邂逅的一个好印象，或是没有办法聊到天或遇到讲到话。但还好，权杖四出现了，有，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氛围，有你们两个出现那个场合有快乐的氛围，可能在庆祝生日，然后附近有可能有婚纱在拍照，有快乐氛围，或是附近有人在办喜宴，或是附近刚好有活动在放烟火，它会有一种节庆氛围。我的意思说，类似节庆的氛围那一种快乐感、丰盛感，会在你出现的那个场合地方出现。然后这个能量一出现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你要遇到他、看到他的时候了，哈，可以期待一下。但是还是陌生邂逅，确实让人胆战心惊，刺激度满点哦。但可以期待，我觉得前面讲这么多。这个人不出现，未免也太可惜了。我们预测到了这么多能量，看起来又是这么不错的人。好，当然喽，你也不要太被动。遇到了，确定好像我讲的人，记得去讲讲话吧。不知道，找个理由讲讲话。这巧说的定，最后一道巧说的定就是要靠你自己搭起来的嘛。哦，好，差不多哈。那也没有必要再翻直接针对这个人的性格的牌，因为前面也都讲到了哈。今天很容易讲出来了，今天很容易讲出来哈。好，那今天2号牌大概就这样哈。再讲一次，30几分钟的内容，你不用全部听懂，你也不用全部接受。记得哈，你只需要听完的时候，脑袋浮现1、2句或2、3句，有几句能影响你，然后你是欣然接受，瞬间就觉得这就是我想听的，或是瞬间觉得这个我没听过，然后有一种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那就是这一题今天你要听到的句子，那你就慢慢在心里消化就可以了。好，那记得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我的影片，然后要记得哦，这边都有哦，记得要回到这里哦哈，丰盛奥文阿文张欧文 ，OK， 好，不要忘记哈，主要是我的祝福啦，能量没办法厉害，没办法大到可以分享到别的频道了，我只能专注在这个频道。就这样哈，谢谢你们花时间来听哦，很祝福你们哦，感谢你们。来，接下来来到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新恋情已经抵达哈。今天前面两组牌看完的时候，今天的讯号都很清晰、很快、很多哈，我会尽量讲哦，然后帮你们捕捉哈。好，来，我们一样先抽5张牌哈，然后今天开始之后一个小巧思哈，等一下告诉你哈。来，先抽5张牌。好，第1张，哦，特别。第1张哈，第2张来对一下位置，第3张也出来了，对一下位置。好，好，再1张，这么特别。好，来压1张哦。那我们今天压1张哈，来，从今天最后会有这个特别的，就是我会先压1张，我觉得随机哦，随机压1张，我觉得这一张应该会有很主导性的影响我后面的判断，所以我会先把它压起来，然后看一下旁边的讯号之后，我们再把它翻开哈。然后记得我用这个我自己做的卡压哈，记得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别的平台、别的频道看到有我的影片哈，记得要看回来啊，要跑回来看风沙尔文哈 ，Abandon Alvin 哈，要回来哦，因为主要是我的祝福能量没办法分给别的别的地方啦，他们把它搬去，我能量分不过去哈，记得要回来哈，我的能量、我的祝福只能专注于在这个频道，要领取好运记得来这里，好，来这里来本频道，好，那就这样哈，好，我们继续翻啊，不用继续翻，我们继续看，好，这个等一下再翻，好，我来看一下你们的，目前看起来。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解。因为什么？你会看到几个能量，水、土、风都跑出来了，火不见了。火也许在这，因为如果这么平静，我觉得它可能在下面。等一下再我们来看看。那他们都坐落在我觉得不匹配的位置啦。哦，都是一种走反方向的，就有点像是说，
反正他就是有点走反方向的，所以我大概跟你说哈，就是这个人来啊，他其实已经在你附近了，我觉得他就在你附近了，而且他明明，我必须说是明明哦，明明是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外表、样子、性格各方面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看到，你明明有明确的你想等的人，可是他明明最近就在你附近了，他已经接近了，在你附近了，有种心想事成、心愿要达成了，他终于在附近了。奇怪了，你怎么没看到？哦，嗯，让我想一下，因为两个七哈，两个七卡跑出来的讯号是什么？第一，这里哦，作为一个整个能量垫底的一个丰盛的土壤的位置出现了钱币七的时候，我必须说，你原本不是知道你在等什么，怎么现在你突然不知道你在等什么了？这个人已经出现了，你看不到他，突然你好像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你要等的人，所以你看不到他哦。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说他已经出现了，你看到他，然后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你要的人，不是这个哦。现在的情况是，他出现在你附近了，结果你突然看不到，是因为你现在心里所向往的东西怎么突然不是说不见了，而是模糊了。你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好像不确定自己想要爱什么？想要跟什么样子的人在一起。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圣杯七也出来了耶，它这里有一个难以选择的讯号出来。可是因为这样子搭，我觉得你不是在很多可选的项目里难以选择，而是你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啊，选了三号牌的这里要先告诉你哈，我以为今天不会出现谏言给谏言的牌组啦，可是第三号牌确实是有哈，一开始就要给了。一开始他要讲的是说你要静下来哦，你最近要静下来哦，你最近慌了哈，最近不是你没东西选，而是你没有一个核心思想，你最近有一点点失去了自己想走的方向哦。我教你一个诀窍，你回想3个月前的你，或是半年前的你，还有一个，你回想跨年之前的你，跨年度之前的你，你回想过新年之前的你。我不是说要你回想回去哦，我是要你去想一下，然后你怎么走到今天的？时间蛮短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回想一下你那个起点、那个时间点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不同，或是那往前推的那一个时间交错交换的时间点的你，那个时候想要的未来是什么？那个时候好像蛮清晰的，怎么现在突然不清晰了？哦，所以才给你这个小诀窍哈，你想一下。哦，那我在翻，因为我觉得这里没有完全堵住，它有好事流出去了，只是现在在这里还是先堵住了哈。从其他牌帮你看，因为有好事啦，有好事要出现，怎么没有被你看到？哦，没有被你看到。好，我再往下看。今天的牌三组哈，我觉得它讯号都有点太激昂了，然后让我的说话的第一语速变快，第二连我的说话的 key 哈，我都很难维持在中间。哦，就是中间对我来讲气比较足，我比较能够转换呼吸很稳定，我才可以看到很多正常稳定的是那个讯号。可是今天三组牌都讯号都，我只能说用很激昂哈，我都有一种搭配我的说话 key 声调变高，好有点换气换不来哦。我尽量调整，尽量帮你们找哦。还好今天没打嗝，平常都是只要一节牌就会一直打嗝。好，来翻。我发现一件事，这就是啊，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这已经发生第2次了。今天
我还没翻这张牌，这就是压牌有趣的地方。你看我觉得我已经把事情讲完了，就还有一张没看到。来，我们来先看一下。哦，你看吧，我刚刚才说，我刚刚是不是说你要安静一下？现在是不是都有点太躁了，太浮躁，不知道要干嘛了？你是不是要先稳定一下，安静一下，要先停一下？我刚刚是不是才说？果然，你看，停一下，休息一下，哦。这张牌有躺平哦，躺平休息，什么事都不要做，休息疗愈，假装自己死了啦，当个死人啦，废人一样啦。哦，讲起来是这样啦，开玩笑讲是这样，但是就是要安静休息一下，冷静一下，停一下。讲一个生活面的，你把手机放在家里，出去散步一下，强迫自己。没有带手表，没看时间，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关系，强迫自己去走个1000步再回家，或是500步，这种休息也可以。你要净空一下思绪，你要净空一下外来的思绪的节奏感。现在节奏太快了，然后难以选择了哈。刚刚前面都讲哈，那这里又出现了，也有一种强迫性的，有一种直言不讳的讯号，叫你停一下，休息一下。不用很久，你很快就可以清晰了，思维清晰了。但你要记得哈，他已经在这里了。那还有一个事情是，他在这里，他不是一个摆在你眼前叫你一定要做的事。他是说什么？他是你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声音正在呐喊着，叫你停一下，是不一样的哦，感受是不一样的哦。在你前面出现这讯号是在命令你，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你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大喊着，叫你停下，一种求生意志很强的，所以试着一下找一下机会净空，看你习惯的净空方法是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我本来想说冥想，但是我觉得前10分钟你会很痛苦，不要，你就把手机放旁边，去外面散步。也不要戴耳机，就净空，仔细的去，我通常都会叫你去散步的时候，仔细听一下你周遭的所有声音，把它听清楚。我原本的方法是这样，就是别人讲话就听清楚，车子来就听清楚，车上的噪音就听清楚，脚步声听清楚，努力听清楚。我觉得这个方法净空很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不适用，因为我觉得今天看起来太燥了，内在的声音太多了。我觉得今天就稳稳的算完那500步或1000步。净空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我觉得应该会有效啦，你试看看。好，这是你没有方法的时候，我给你的方法。那如果你有你的方法，就去做。好，那回到另外3张牌哈，我看一下啊。这个人呐，你讲差不多了，不讲你了哈。讲这个人哈，这个人呐，他真的在你附近呢，他真的在你附近，而且他在你附近其实他已经有在吸引着你，应该是说他的能量已经散发出要吸引着你了，你会感觉的不错，你会感觉蛮好的，你会感觉很舒服，很舒适，然后觉得在他旁边会很舒服，可是你就是看不到了。可是他已经在散发这个能量了，所以你要赶快整理一下，你会感觉到旁边有一个你会喜欢的人有出现哦，那应该不是认识的人，应该是要认识的新朋友，他是新角色出现，只是而且他确实是以很符合今天的题目新恋人要抵达，他不是抵达，他已经是降落掉下来了这样子，而且是很快的，他有一种加速出现在你现在出现环境，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速出现，但是我只是说他来到你身边的节奏是比较快的，不像有很多是走了很久才走到你身边，没有，他是最近突然加速来到你身边的，好像能量突然连接契合了，就要出现了这样，然后又是火能量，然后又是权杖皇后，他这个能量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说，他这个人所带来的生命力。跟他的那个浪漫程度是有品质的，就是说他很难被忽视，
它其实，在你的眼睛里，在你所喜欢的世界里，你所喜欢的人里面，它很难被忽视哦。照理来说，你应该要看到他了。刚刚前面就说啦，就是你原本所期待的那个人，什么，就是说他很符合你喜欢的样子，性格、个性、讲话什么都是哈。然后他出现在你附近的这个能量，用这个来压的话，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强的能量，你很难不看到它。尤其即使是一个陌生人的角度，你都有可能跟你的朋友说：“哎，那个人好像不错。”都已经是这样，这个能量就已经有连接到了。而且这个能量连接不是只是从你的喜好出现哦，它是你跟他本来如果对看的话会有感觉的那一种能量哦，会害羞，会好奇，会想多看一眼，会想拉近距离的这种能量的连接啦哦，所以。再回来一下哈，记得哈，赶快净空一下哈。你现在好像你在眼睛里前面起雾了哈，你的讯号起雾了，你这边在起雾，他也会看不到你哦。哦，他已经在附近了哈。来，我再往下看了。为什么说起雾他会看不到你？他当然看得到你形状什么的，可是眼神连不到啊。哦，眼神连不到，眼神连不到，气质连不到，能量连不到，就连你身体的剪影，他都没感觉不到哦。哦。他都没有对你不会有一个那个就是你所在的位置没有好奇心哦。来，继续看哦。来这里我再压一张。哎呦，哇，它翻出来了，不给压，好，没关系，算了。那我来压这里，压这里。好，这里怎么又把话讲了一次？我讲个比较有趣的形容哈，他这个人的能量已经像是在你眼前跟你说：“嘿嘿嘿嘿，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跟你们看不到，你看不到。然后他很澎湃，他能量生命力也很澎湃哈。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处于在一个你很期待一个爱情，然后遇到有人来爱，很强烈这个欲望的时候，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可以带给你一个很快速、很有一见钟情、很有炙热的爱的感觉哦，一开始就有哦，而且给的很多，给的很多，有火，有太阳，又有皇后的水能量，很多。可是偏偏这5个就挡在这里，你这里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的想法怎么没有自己好像有一个不确定哈。白话一点就是你现在有一个心里有个不确定，要赶快整理一下，不知道到底是不确定感情，还是不确定你现在生活可能有出现一些事情，让你突然对生命或生活的方向感失去了，都有可能哦，不一定是恋爱的哈。那无论是哪个角度，都需要你最近要休息一下，不是身心里全休息，而是你脑袋要静下来一下，要静下来一下哈，要找个方法静下来一下，可以就直接冥想，连续冥想，看你要几天就几天。每次从5分钟开始看能不能超越15分钟，然后再到半小时。那不一定要半小时，通常你要撑到半小时，可能25分钟就结束，那就25分钟就结束。你试看看，会差很多。它的影响不是你当下的影响，它的影响是你冥想之后的过几天的影响哦，或是隔天的影响，不是你当下的影响。你当下想到什么，遇到什么，看到什么，我觉得没那么重要，而是你身心里的那一个影响会在心底有后坐力。只是你要把这个冥想感受完，要把它做完。哦，它不是一个事情，冥想它不是一个事情，它是一个开关，你要用它去打开某些事情，这样子。它是一个开关，灯要打亮要有一个开关，它是一个开关，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连接下一步连接什么的工具。哦，你要这样想。好，再来，这里讯号真的我觉得很浅又明确啦，只能说我必须要再重复的说啦哈。
我觉得我把它跳开来讲，我把它跳开说，你已经静下来了，脑袋已经都好了之后的情况好了哈，这样比较未来性比较高哈，能比较多未来的元素，就是说你未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哈，他是一个生命力丰沛、能量有点超乎你所能够承受的，你可能会被他带着跑，他的节奏非常快，他的思维非常快哦。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跟我有点像，就是火能量爆满，火能量爆满，节奏很快，情绪很多，生命力太强。他只有这种哦，然后所以我可以很理解，所以我可以很理解，所以我看到张浩牌说，我可以很理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有点张扬，有点太受瞩目，是属于一些能量的关系，也不是讲话的关系，而是这个人的生命力活灵活现的感觉很具体，很多很具体，很立体，所以你应该要看到他。还有，他是你本来期待的那个样子，所以你就应该要看到他。无论从这里或从这里，这6张牌其实都讲了一件事情，他就在你眼前，拜托你快点看一下，哦，是这个。那我讲眼前有点太窄了啦，我的意思是他就在你附近，他在你附近，但是还是一样啦，不一定是他你看不到他啦，也有可能是他看不到你，因为你这附近就有点朦胧了。你在一个朦胧的世界，你看出去朦胧，别人看你也有点朦胧啦。而且他有点，他的能量可能也在找你，可是也在你附近绕，就好像眼盲了没看到，差不多是这样哈。那好，未来的时候，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我必须说一个小缺点，就是他很难被你变得比较安静，他就是一个能量很丰沛的人。那我觉得他会互补你内在某一些。它会唤醒你内在某一些对事情的好奇心、跟渴望、跟冒险心、跟探索欲啦。就是打个比方，你原本想去日本哪里，但你就没有最近就没那个劲，或是你觉得没那么新鲜了，或是你也没有 idea 要去哪里比较好，你觉得都差不多。但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因为他带来这个丰沛的行动力，对事情有很完整的动机，他会带你去，他会让你跟着去，结果你会发现，你觉得好玩的，你觉得的舒服的，不是因为这个点很特别，这里的食物很没吃过，或是这里的风景什么的你没去过的这种新颖新奇，让你觉得好玩，而是好玩是这一个人去带着你去，他的诠释，他如何享受，他如何融入，他如何去看别人，他如何去欣赏别人，他如何去体验当地跟当下的那个感觉，让你觉得好玩。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人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心跳。我大概知道了，我都知道是这样讲。对，他让你感觉这世界有一个很嘣嘣嘣、很强烈的心跳感，也不是嘈杂，而是你就觉得很有活着的感觉，跟他一起会慢慢会有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感觉，也不能说他会让你觉得看事情很清晰，或是很有什么没有，他走的方向不是，他走的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全然的火能量，然后一种澎湃然后这火看起来也不像是要烧掉的蜡烛那个有气没力的火，也不是那种放烟火爆炸出来的那一种火花，也不是。它就是一种你觉得它在摆动的时候很有弹性、很有韧性，好像砍不断的那一种火焰，在那边在你前面照明，在你前面带着走。所以你跟他在一起说，其实你也不太会做什么事，就跟着他玩，跟着他去，跟着他欣赏世界，然后听他讲话，不要觉得他唠叨，听他讲话，你发现每一次都讲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他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如果你是一个看选3号牌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没太多 idea， 你也不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这个人在你生命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有点会觉得这世界疯了，怎么可以变这么的活跃，变这么的有活力、有生命力，对你来讲。但如果你本来就很热爱这个的话，那你会找到一个你觉得让你静不下来的人。
因为你本来就没那么安静了，但它会带领你，然后会让你觉得你怎么静不下来？因为它带来的是一种连续性的动能、连续性的节奏变换，这样子。我不能说有很强的年轻生命力，因为我觉得这个生命力不属于随机年龄层，总有这样子的人，对什么都很有热情，很澎湃哈。好像好几个火象星座凑在一起的个性，这样就很像说他的星盘可能有太多火象星座混在里面了，差不多是这样啦。用这个概念去想就好了。那好，他的部分就讲到这里。好，你们两个相处大概就讲到这里。前面的我们就先放过哈，来我们看后面你们两个的连接状况哈。又差点忘记翻这个，来先翻一下。我看一下哈。这里我要讲的是说我在看的是他怎么进入了你的世界，他怎么进入你的世界，让你融化了，怎么开窍了，怎么跟随他了，怎么对他有感觉，怎么有心动了，这样子我要讲的是这个。那我觉得他这里所带来的一种是，你看着他，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势不可挡，好像什么东西都愿意去做，什么东西都愿意去挑战。对人来讲，这有点太不可思议，有点不可思议，好像什么都有兴趣，什么事都有兴趣，什么没做过的事情都想去尝试，都想去摸摸看，都想去看看。而且他不会问别人，他不会询问别人，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他的目的是想要我先去看看再说啊，我没有一定要什么。他的概念是这样，然后可是这个会打动你。因为它突破了你很多对于事情的先入为主观念，对于事情很多的设限，对于你事情的过度小心，对于很多事情的需要先完美的计划，它会突破这个讲解，它会让你有一个觉醒，就是随遇而安的可贵跟趣味在哪里？随机的可贵跟有趣性在哪里？它会让你理解到这一件事。好，来我们来看连结的部分哈。那连结部分今天来翻这个位置好了。好，不要盖到，尽量不要盖到其他牌哈，翻一下。好，忘了盖一张。好，那就没关系哈，就这样哈。来看一下哈。我突然冷静下来，是我在想这一个，因为前面的牌我有看到这个人出现在你身边是一种加速型的，他突然最近的生活有一种他的生活主要找到一个很全新的方向感，所以他加速了往那个位置目的地去的时候，不小心进入了你的生活圈，或是你的能量圈范围，然后跟你相遇。然后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冲突的状况，就是他其实是在逃离某个原来的世界里，他想要一种摆脱，相当他想要有点像是心灵洗澡，所以他离开他原本的地方，然后往这个地方来，就好巧不巧的遇到你。其实，在某个角度上来讲，是你在心灵上或是瞬间的感受上拯救了他，或是他看到了一颗星星啊，终于知道这星星的情况是什么了。我一直在想这个星星牌有第二层解释，但是我刚刚真的都没有看到，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时候有一个看到流星、看到星星、看到一颗方向感的北极星的概念，它融合了你所期待的愿景，但是换成他那边是他的方向感跟他的驱动力因为他从摆脱之前的事情来，我要讲的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你这里
他因为想要摆脱他原本的情感或什么，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情感的事情，或是他凡人的生活状态，或是家人或什么，他想离开那个状态里。不论是他的身体有没有离开某个空间，没有，可是他心智上、心灵上是想要离开现状，所以他从那里离开之后，到了这个新的区域的时候，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有一种突然感到方向感的感觉。但他为什么在你身上找到方向感，这个就不得而知。可是就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个感觉是，好像一个新的路，然后一个新的形象，好像他心里受到了一个新的启发，好像反正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好奇心使然，而是心里有一种笃定，知道这个人能让我忘记了什么。因为圣杯五的概念，让我忘记了什么，让我好像减少了什么以前的心情上、情绪上、感情上的负担。他的直觉是这样子，而且他还有一个讯号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新的情愫出来，是他之前没有的新的情愫。这个也很常出现，主要是因为你不会复制之前你通常啦，除非是有目的的，很自然的情况下，你不会复制之前的情感情愫在下一个人身上，通常都是会有一个新的情愫起来，然后才让你有一个驱动性想要去认识这个人。那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恋爱情感出现，可能是你的外在、说话各方面延伸都有可能，然后会产生他有一个动力，但不是冲动，动力想要去接近你，不是好奇你，是想要去接近你。所以他有可能是他主动来认识你的，他主动来接近你的。那，你们的初期相遇会有点浪漫，但是我必须说，你可能有点感受不到，他有点想要创造一些有趣、趣味、浪漫、幽默的第一次聊天或什么，然后你会有点冷漠，你感受不到，因为你的内在的火能量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有点太小了，太薄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啦，选了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我在前面看到这样子一直连续下来的时候，我总发现你们内在有某些东西消失了，或是忘记了，或是很久没注意了。这些东西包括什么？有点像是对生命的热情，对爱情的期待，对现状生活的野心、企图心，甚至有可能是上进心。这些为什么你有点失去了？是因为你前面有，我才会说你为什么好像有点失去跟丢掉或忘记了。因为前面有哦，所以你再回到我刚前面讲的，我是叫你回想3个月跨年前、新年前你到那个时候在想什么，现在就是有点淡掉了。所以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初期你心里的那个火焰也有点燃烧不起来。那对方还好啦，对方人不错啦，因为他的热情，我刚刚讲的太多了，很像多重的火象星座，他够用。他的火能量够用，所以他跟你相处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很多幽默的、有活力的、逗趣的、想逗你笑的或什么的，很有趣。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跟你对比起来，你看起来会太没活力了。也许你不是，但是你跟他比起来，你会有点比较偏向冷静。然后，你后来再回想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浪漫，你会觉得他做很多事情很浪漫，但其中是包括他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啊，跟还有他主动认识你，还有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细节，你回想到这一刻，突然觉得很浪漫。只是说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既然你已经看到这副牌了，既然你已经知道，如果最近有一个看起来充满活力的人跟你接近，或是想认识你，对你有好感，你有感受到的话，记得哦，当下多回馈一些热情，好吗？你会得到更多。虽然要有一点用力，但是回馈更热情一下哈。那7呢？还要注意一些小小的事情，就是我刚前面讲过，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吵，他有点燥，但是记得不要嫌弃这件事情，用新的角度去欣赏它，因为其实这边看起来你们2个的能量好像需要达到某种平衡。我这边才开始有一个讯号，就是他刚是不是有点过热，热能量多，然后你好像没那么多。其实是因为你们2个相遇需要达到一个平衡，你们2个都在某个角度来讲都有一点极端，所以他需要你们达到某种平衡。那这件事情需要有点刻意跟
有主要意识、主观意识、主动意识去调整的，所以我才说他很热情，说你给他一些回应，让他知道你有回应哈。那然后这些会消耗他的这个热能量，并不会增加热能量，他就会知道，他会慢慢的回到一个平稳状态。因为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不用特别的强化或张扬吸引你的注意力，你有注意到，你有回应，他就知道说 OK 差不多可以，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达到一个平静对等的状态。这是你们两个初期需要遇到的事情哦，不然总是会变成是以火能量来说，一个太强，一个太弱；以土能量来说，一个太稳，一个太不稳定，就会变成初期的时候会有点浪费时间。虽然也不太算是说会没在一起或是没有交往机会，不太会，但是就会变成花太多时间去沟通感觉跟去猜测对方的情绪会太多，所以以选择三号牌的朋友，只能说，如果最近真的有这样子的认识好的时候，你要回应的更明确一点、更具体一点、更热情一点、更怎么说，也需要再更温暖一点啦。更柔软一点不为什么，只是我们来探探这个机会，我们来好奇一下这个关系能有多好我们也可以像是说给这个人再去表现，然后也可以想想自己啦。其实你可以表现得更好你可以表现得更好。那这些都是后面就是你们遇到之后后面，但前面这个遇到之前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别忘记，因为讲到后面就别忘记了，记得因为已经差不多了，大概给你再做个结论。其实记得你这个休息，我刚刚讲的这个休息，算是3号牌的朋友今天很需要着重在的问题无论你有没有直接的或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内在很多怎么是乱的，但是选择3号牌朋友，比如说牌面讲的是说那个不安感，那一个。初期混沌的感觉已经开始有了，然后它也包括有可能你现在心底有想做的事情，有包括2个以上的选择，它也在包括这个在里面，所以需要你静一下，放空一下，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各方面，再去想，你会有不同的角度。它这一个重新想不太包括要去触类旁通，听别人的智慧，或是增加更多讯息。没有，他这一题就是要自我安静下来，先好吗？才可以看到，才有所改变。然后你原本内在的能量整理了，魅力才会清楚的传达出去，对方就会看到你很快。即使为了要让对方看到你的这个目的也 OK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win-win 的状态，你可以让他看到你，但你也做了一个自己内在的改善。好，3号牌大致上就这样好，记得听了30分钟内容，你只要1、2句，你欣然接受，能有影响你想消化的都可以听不进去、听不懂、难以接受、不认同都没有关系你就否定它，然后拒绝它都 OK， 这是对的。然后我们只要消化我们自己内在舒适的、坦然的接受的那些讯息。就可以了，然后再消化起来，明后天你就会知道，那些消化是1个礼拜之后，你就知道消化在你脑海里出现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牌面要给你的那些句子才是你会听到的。好，这样子这里的祝福跟我们对于捕捉恋人讯号的期待才会比较有能量一点，才会比较正面一点，好吗？好，那就这样总之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